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深山老林抓到的变硬大蟒蛇大补啊，只要10文钱。这玩意儿怎么看怎么眼熟，不就是放大版的蚯蚓吗？绑你奶奶个腿！老子是高贵的地龙！蚯蚓，放开老子！老子吃土！10文钱，这蟒蛇我要了！小家伙，看你骨骼清奇，以后这片菜园的松土工作就交给你了。还好我把现代的浓缩农业配方记在了脑子里，虽然材料有限，但效果应该不差。我的老天奶，这营养液的威力是不是有点超标了？林小满，这个月的保护费该交了，拿不出300文，老子今天就砸了你的破院子！这是什么妖怪菜？没见过世面，这叫新型高产农作物。少废话，妖言惑众！今天没钱，连人带这颗妖菜一起给我端走！敢动我辛苦培育的试验品，找死！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等着，这梁子结下了。质量真不错，纯天然防身武器。主子，你醒醒啊！喂，我可没碰他啊！你们这种穿金戴银的，跑来贫民区碰瓷，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？姑娘救命！我家少爷患有严重厌食症，已经5天未进1粒米了，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只要你能让他吃下东西，这金子就是你的。这可是行走的人民币呀！厌食症，作为农学博士，就没有我种不出的极品开胃菜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竟如此清新！给我！主子，你终于肯吃东西了。太医说您再不进食就……这片菜园我包了。既然这位金主爸爸这么有钱，光吃黄瓜怎么行？必须展示一下我这浓缩营养液才育出的顶级食材，把它彻底拿下！黄瓜只是开胃，这碗秘制番茄回魂汤才是正餐。公子尝尝。主子，您的气色竟然真的好转了，太神奇了！姑娘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我不光要包下这片菜园，我还要包上你以后种出的所有蔬菜。哼，开个价吧。
老大，我刚才钻到地砖缝里偷看过了，那个病秧子腰上挂着的玉佩是极品和田玉，上面还雕着龙纹，绝对是京城来的超级大狗大户。好样的，干得漂亮！今晚给你加2滴营养液。雕着龙纹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既然是不差钱的主，那这竹杠我可就放心大胆的敲了。既然公子如此有诚意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这是特殊农作物供应契约，您过目。什么？一颗白菜10两白子，一个番茄5两，你这简直是抢钱！这位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菜不仅个头大，还能治好你家公子的厌食症，这叫技术垄断溢价，懂不懂？不讲价的哦。好一个技术垄断！哼，只要你的菜犹如一直让我吃得下饭，却只有你干，这价钱我给了。黄老板爽快，合作愉快。从今天起，您的胃我林小满承包了。白天我亲眼看见那个林小满种出了比人还大的白菜，还卖了个天价。咱们今晚进去拔2颗，明天运到镇上卖了，绝对能发大财。村长英明，这泥腿子凭什么一个人发财？快看，这底下的萝卜根茎都露出土面了，这得有多大？快，咱们3个一起把它拔出来！1、2、3，拔！救命啊！看吧，我的菜自带防盗系统。林姑娘的厨艺，配上这极品蔬菜，当真是人间绝味。黄老板吃的满意就行。不过咱们契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高级食材培育需要大量人工。你既然包了园子，就得提供劳动力。去吧，后院那几株南瓜该浇水了。记住，要用村东头的井水，那水矿物质丰富。大胆！你竟敢让我家公子干粗活！他可是……全当强身健体了。为了能继续吃下饭，这点体力活算什么？黄老板，左边那颗大南瓜多浇点儿，他最近在长身体，动作快点儿，别磨蹭。造孽呀！要是让满朝文武看到陛下在这里伺候南瓜，大金朝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这农家生活倒也别有一番意趣。干得不错，今晚给你加一道清炒巨型南瓜丝。嘿呀，哪里来的泥腿子，弄脏了本小姐新买的蜀锦，你赔得起吗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哼，明明是你自己把布拖在地上的好吗？放肆！你知道我们小姐是谁吗？镇上首富钱家的千金，你一个浑身土腥味的种地丫头也敢顶嘴？嫌弃我土腥味，看不起种地的？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界，什么叫农业重金属！
我的天老爷，这是葱还是树啊？你扛着个什么怪物？这叫至尊霸王葱。钱小姐，俗话说得好，太装的人容易被雷劈，不如多吃点葱，通通气。老大，大新闻！我今天顺着地下水管一路挖到了镇上聚仙楼的后厨，你猜我听到了什么？慢点说，别闪了腰。聚仙楼怎么了？那个首富钱头钱娇娇，为了赢下个月的镇级厨艺大赛，花重金买通了3个评委，他还要雇人来偷咱们的巨型蔬菜去参赛呢。作弊就算了，还敢打我菜园的主意，活腻歪了。黄老板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参加这次的厨艺大赛。林姑娘厨艺卓绝，又有极品食材傍身，拔得头筹自然是探囊取物。只是你打算用什么菜品参赛？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那种只知道作弊的千金大小姐，用最基础的食材就能碾压她。这是土豆？没错，超级变异大土豆，我要用它做出一道让全镇人都馋哭的绝世薯条。林姑娘，参赛之前是否需要先做一份样品，由我来替你把把关？钱小姐这道菜用料考究，火候极佳，简直是人间仙品。本次大赛的魁首非你莫属。泥腿子就是泥腿子，连个像样的食材都买不起，还推个大泥巴团子来丢人现眼。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，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大道至简，降维打击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太香了！我感觉我能一口气吃10碗大米饭。给我尝一口，就一口！退后，这全都是我的，谁敢抢，杀无杀！这位公子，按规矩得让我们评委先尝一口打分啊。太好吃了，我这辈子白活了！林姑娘的炸薯条才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。作弊！他肯定往锅里放了迷魂药！你们这些不讲信用的老东西！来人啊，给我把他的摊子砸了！把那个妖言惑众的铁锅给我掀了！想掀我的桌子，我看你是缺乏社会的毒打。钱大小姐，我这南瓜分量足吧？压惊效果一流哦。主子，京城传来消息，摄政王已经察觉到您不再行宫，派出的血滴子暗卫一路追踪，今晚恐怕就会搜查到这个镇子。哼，还这皇叔迫不及待想给朕收尸啊！可惜，朕现在顿顿吃得下2碗饭，身体好得很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林姑娘这院子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，万一暗卫杀到……情报说那个疑似狗皇帝的富商就住在这个破院子里，速战速决。
这是什么妖物？传说中的南疆食人花？他毒暗器了，有埋伏，撤，快撤！半夜的，谁在外面偷我的巨型瓜子吃啊？林小满，本官接到举报，说你私藏奇珍异草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大的蔬菜，若是作为祥瑞进贡给上面，本官加官进爵指日可待啊！而且这还能卖多少银子啊？县令大人，我这可是正经种地，大正朝哪条律法规定不能种大个的菜了？放肆！这等体型的农作物，分明是吸取了此地的龙脉之气，理应充公，作为祥瑞上缴国库。来人啊，把这片菜园给本官贴上封台，明日一早派8台大轿来把这些祥瑞全部运回县衙。这片菜园是我的，谁敢动一根菜叶试试？哪来的野小子，敢阻碍官府办差？信不信本官连你一起抓了？黄老板，对付这种鱼肉乡里的鳖虫，用不着你见血，脏了手，我有更环保的办法。大人息怒，既然是祥瑞，大人明日尽管来拉就是了。只怕大人今晚睡不踏实。大队长，那个王县令平时没少搜刮民脂民膏，今天还想抢咱们的口粮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老大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蚯蚓施工队赴汤蹈火。喝了这瓶十全大乳液，带着你的兄弟们去县衙后院，把王县令私宅的地基给我松松停。嘿嘿，发财了！祥瑞，大白菜都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！救命啊！我的银子，我的宅子呀！林姑娘，这地龙翻身，莫非也是你的手笔？天道好轮回，这叫大自然的惩罚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本届厨艺大赛冠军同款食材，美人养颜，强身健体，治愈各种食欲不燃。给我来10斤土豆，我要那个比脸还大的番茄。都给我让开！林小满，你抢了全镇菜农的生意，今天哥几个就是来砸场子的。砸场子？也不看看这是谁罩着的店。哟，哪儿来的小白脸儿，还想英雄救？哟，哪儿来的小白脸儿，还想英雄救？本店规矩，排队买菜，闹事者按大精英律法，不对，按本队队长的规矩，打断腿。黄老板，保安干得不错，今晚给你加餐，葱爆羊肉。哎呀，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？我的发型，你干嘛折我的顶级白菜？这片叶子起码值半两银子呢。半两银子，从我账上扣。林掌柜的身体可比这片菜叶金贵多了。这病秧子老板怎么突然散发该死的魅力？不行不行，搞钱第一，男人只会影响我种地的速度。
那什么，这伞挺环保的，就是举着有点沉吧。主子，太医院传来急报，太后娘娘旧疾复发，已经水米不进了。太医说，唯有极品千年灵芝入药，方能吊住娘娘最后一口气。千年灵芝有价无市，皇叔把控了奈幼补，摆明了是故意卡着药材，想要逼朕现身。黄老板，吃饭啦！今天给你加了2个双黄蛋，极其开胃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难不成厌食症又犯了？林姑娘，抱歉，今日我实在吃不下，家中祖母病危，急需千年灵芝救命，可我走遍黑市也寻不到，我可能要失去她了。我的超级大赌注怎么能轻易被击垮？千年灵芝对于本农学博士来说，不就是真菌培育吗？黄老板，你先别绝望，不就是个长在深山老林里的大蘑菇吗？给我2天时间，只要这山里还有活着的灵芝菌丝，我就能给你种出一个绝世极品来，包在你林掌柜身上。各位鸟大爷，谁知道这方圆百里的深山里哪里长着类似红色硬木头一样的大蘑菇？叽叽，我知道，后山悬崖那个背阴的石缝里有一株干瘪的红蘑菇，但小的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悬崖石缝，只要有活体菌丝就行。接下来就该我的极限孢子催熟营养液出场了。小可怜，遇到我算你祖上积德。大队长，上！给我把它周围的岩层土全部松开，方便根部吸收。我的老天奶！这哪是蘑菇，这分明是核弹级大还丹啊！黄老板，这回你欠我个人情可欠大了。黄老板，这巨无霸灵芝可是提取了天地精华的限量版盲盒，到了京城，医药费你可得按最高规格给我结啊！只要能救回我家亚祖母，黄某的全部身家，林姑娘尽可拿去。留下车上的药材，留你们全尸。主子当心，是摄政王养的血滴子死尸。受死吧！光天化日抢劫老娘的劳动成果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农业重重利利。哇！对付你们这些密集阵型，刚好可以测试一下我这批高密度西瓜的物理硬度。哈哈哈哈！死到临头了，这村姑居然拿几个破西瓜出来挡刀！兄弟们，给我砍碎它！没文化真可怕，这可是密度极高、比石头还硬的实心炮弹瓜。给我破！这就全解决了。林姑娘的瓜不仅保甜，还保命。今日这救命之恩，在下铭记于心。好说好说，这3个西瓜算战损，记得报销啊！摄政王殿下，太后娘娘气血衰竭，若再无极品千年灵芝入药，恐怕熬不过今晚了。唉，本王已经派人找遍天下，实在寻不到啊。太后大限将至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看来本王只能勉为其难，代为主持朝政了。放肆！什么人敢擅闯太后寝宫？来人，拿下！要来了，
开医院的，赶紧把砂锅架起来！这是传说中的万年身亡级灵芝，世间竟有如此神物！是何人救了哀家？民女林小满受皇商黄老板所托，特来送药。大胆刁民，见太后为何不跪？住口！救命恩人，免去一切俗礼。林丫头，你这灵芝堪称起死回生之神药，哀家要重赏你，赏黄金10000两，赐天下第一神农牌匾。这皇商黄老板的后台也太硬了吧！这波血赚，回去必须给他打个8折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本王苦心布局，竟被一个种地的村姑和几个破西瓜给毁了。太后那老东西喝了灵芝汤，现在精神的能打死一头牛。王爷息怒，属下查明，那林小满并非凡人，他手里掌握着一种极品催生神水，不论什么枯枝烂草，只要滴上一滴，就能长成稀世奇珍。极品神水，若是本王得了此物，大批量种出祥瑞之兆，这天下还不是本王的囊中之物？传令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把那配方给本王偷出来。正。林掌柜，太后赏了你那么多金银财宝，怎么还在捣鼓这些泥巴和水？黄老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这叫钓鱼执法。昨晚大队长可是听到了墙根外的动静，哼，摄政王的人已经盯上我的配方了。想要我的核心技术？行，我给他准备了一份至尊盲盒，不仅有变异神种，还有皇家专属指导员大队长亲自上门进行技术指导。你把这虫子送去，就不怕皇叔把它炖了？黄老板看不起谁呢？本大队长可是受过专业潜字符训练的。嘿，看我怎么忽悠全那个老杂毛！王爷鸿福齐天，属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神种盗了回来。盒子里还有一条极其罕见的赤色灵虫，想必是用来松土的神兽。这虫子怎么看着就像普通的土龙？呸！你才是土龙，你全家都是土龙！老子是高贵的皇家首席松土官，没见过世面的老土鳖。丁，检测到有缘人，此乃9天玄女赐下的霸天祥瑞种，若要种植成功，必须有缘人每日清晨跪在花坛边，大喊3声“我是一头大蠢驴”，方可吸收天地灵气。天显异象，这声音竟是凭空出现，一定是神仙显灵了。可是王爷，那咒语说要喊我是一头大蠢驴，这实在是太有辱斯文了。你懂什么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为了这大晋的江山，为了无上的权力，本王受点委屈算什么？明日一早，本王要在王府正院亲自播种这绝世祥瑞。听说王爷得天道眷顾，种出了绝世神物，我等真是有眼福啊！诸位同僚看好了，本王这便唤醒祥瑞。我是一头大蠢驴，我是一头大蠢驴，我是一头大蠢驴。长出来了，祥瑞长出来了！蠢驴种野草，绝配啊，绝配！哈哈哈哈哈！王爷，这就是您说的大蠢驴祥瑞，这分明是满院子的杂草啊！你敢耍本王？你！小满，其实我一直瞒了你一件事，我并非什么皇商皇富贵，我的真名叫萧玉，是大晋的当朝皇帝。我的个乖乖，大晋朝最大的金主爸爸竟然就在我身边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。所以大晋朝的国库现在是你说了算，对吧？确实如此，天下财富皆归库调拨。太好了，既然你是皇帝，那咱们之前的富商供应价就不合适了。我正式提议将我的巨型蔬菜升级为皇家特供，价格嘛，
按国库最高采购标准翻3倍算，不过分吧？林姑娘，你不仅不怕皇威，还要敲陛下的竹杠。好一个国库价！只要林掌柜一辈子做朕的御用供应商，这大金的国库你随便挑。一码归一码，先把字签了，皇上老板。婉儿啊，你是哀家看着长大的，知书达理，又是名门之后，做大晋的皇后最合适不过了。全凭太后娘娘做主。只是听说皇上最近被一个种地丫头迷住了。不过是个会种几棵大菜的村姑罢了。哀家念他献灵芝有功，赏他一笔钱打发了便是。皇家的门楣，岂是他这等泥腿子能进的？林小满，你救了哀家，这1000两黄金是你的赏赐，拿了钱就回你的乡下好好种地去吧。皇帝大婚在即，你留在京城，实在有傲专瞻。林姑娘，这可是1000两黄金呢，够你买下几百个泥巴山头了，还不快谢恩走人？祖母，孙儿的婚事自己做主，除了他，朕谁也不娶。胡闹！她一个只懂世制泥巴的农女，懂得什么是琴棋书画，什么是母仪天下。婉儿培育的紫金牡丹名动京城，那才是高雅之趣，她能比吗？跟我一个农学博士比种花，你这是在光阳面前耍大刀，鲁班门前弄大斧啊！太后娘娘，既然李小姐对自己的种植技术这么自信，不如明日在御花园我们比试比试。若是我的花比不过李小姐，我分文不许，立刻离京。林姑娘，这可是我花了3年心血，用极品玉露浇灌出的花中之王。你一个种大白菜的，拿什么跟我比？这就是你的花，简直是来消遣哀家的。太后娘娘莫急，花中之王从来不是靠颜色好看，而是靠气场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太后娘娘，您看我这朵花够不够霸气？是不是比那牡丹更有母仪天下的威严？陛下，国库的存粮昨日就已经耗尽了，若是今日再无粮食安抚，这几万灾民恐怕就要生变了。难道天要亡我大晋百姓？立刻传旨，把宫里的御膳也减饭，全都送出来！大家都别慌，临济巨型果蔬阁抗灾特供版口粮到了，快架起篝火，直接烤！这简直是仙丹啊，一口就饱了。姑娘活命之恩如同再造，请受我等一拜。哀家是老糊涂了，牡丹花开的再艳，终究只能供权贵赏玩，唯有能填饱百姓肚子的大红薯，才是真正稳固江山的基石啊！林丫头，哀家收回之前的话。大正的皇后不需要琴棋书样样精通，只需要一颗装着天下百姓的心。你与皇帝的婚事，哀家准了。孙儿谢祖母成全。好一个万民伞，好一个赐婚！这村贵不仅治好了太后，还帮小皇帝收拢了民心。现在连京郊大营的士兵都在吃他的红薯。王爷，现在满朝文武都在看我们的笑话，如果再拖下去，等皇上大婚亲政，咱们就彻底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既然他不给本王活路，那本王就自己拿。传本王密令，立刻召集豢养的3万私兵，趁今夜皇宫防备通信，直捣黄龙。嫡喜，快关城门，保护皇上！陛下，摄政王切断完了皇宫与外界的所有联系，我们派去求援的无被截杀了，外面的救兵根本不知道宫里发生了什么。皇叔这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宫里，现在我们两眼一抹黑，连叛军的主攻方向在哪儿都不清楚，禁军兵力分散，极易被逐个击破。信使送不出去，情报进不来。黄老板，别慌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除了是个农学博士，还是个动物语言大师？老大，南门全是诱饵，那老小子把主力都埋伏在东华门外，准备用攻城锤砸门呢。吉吉，没错，我看到东华门那边藏了300个弓箭手。皇上，情报来了，敌军主力在东华门。传令禁军全线收缩，主力汇聚东华门，准备迎敌。陛下，敌军火力太猛，禁军的幕都快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也要撑，我们的援军天亮前就能赶到，死守东华门。都闪开！超级防弹装甲来了！林掌柜，这瓜太重了，把板车掀翻，把冬瓜全都垒在垛口上。我的亲娘嘞！这冬瓜简直比铁盾还要好使。小满，你这菜园子简直就是大晋朝最强的军械库啊！那当然，我这叫纯天然无公害防御工事。等打完仗，这些冬瓜还能熬汤犒劳3军呢。先杀那个种菜的妖女，没有她的妖法，这城门必破。擒贼先擒王是吧？敢动朕的女人，你找死！乱臣贼子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！黄老板，刚才那连庄帅呆了，武力值爆表啊！朕护江山，更护你。只要有朕在，谁也伤不了你分毫。成王败寇，本王认栽，但本王不服。本王连夜调集了10台巨型攻城锤，哪怕东华门是铁打的也能撞开。为何那些攻城锤一到城下就全都陷进了土里，动弹不得？摄政王，你以为城墙上挡箭的冬瓜就是我全部的王牌吗？给你介绍一下我方最强地下特种部队。昨夜大队长带领3万条蚯蚓兄弟，在你的攻城锤经之路上疯狂搜土加注水。你们那重达1000斤的木头车开过去，不陷进半米深的泥潭里才怪呢！思思，傻眼了吧，老邓？你大队长永远是你大队长！本王竟然败给了一条虫子！此次评判，林掌柜培育的农作物立下首功，特封林小满为1品护国神农，赏良田万顷。至于这位蚯蚓大队长，护驾有功，赐纯金御赐名牌，封为天下第1宠，10亿，每验10滴极品营养液。我的老天奶，皇后娘娘的坐骑！
竟然是一个掏空了的超级金黄大南瓜！那用来做伞盖的是2米宽的翡翠大白菜叶子吧？这排场简直前无古人！黄老板，我这套农产品高定版婚车没给你丢人吧？放眼天下，唯有我的皇后能将这大好河山种出勃勃生机，朕觉得极其长脸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林氏小满身怀绝世农艺，救太后，济万民，平叛乱。今册封为大正皇后，与朕共治天下，共享这锦绣江山。吾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！大正风调雨润，国泰民安。老大威武！大正农业有限公司今天正式上市了。陛下，西域各国派来的使臣又在宫门外排队了，他们都在重金求购咱们大境的变异特蔬菜种子呢。告诉他们，普通种子可以卖，但核心浓缩营养液配方概不外传。这可是咱们大境的国之重器。黄老板，咱们这个月的皇家农产品外贸出口总额又翻了2餐，国库都快塞不下了，太监们都在连夜错建金库呢。林掌柜，朕这3年来，白天要在前朝批奏折，晚上还要在后宫陪你浇大白气。堂堂95之尊，活脱脱成了你的专属长工。怎么，黄老板有意见，不想干了？岂敢！不仅这辈子要给你打工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朕的胃，还有朕的心，都只包给你一个人。没眼看，没